2026年8月25日的那个下午，原本应该是一场精心筹备的狂欢，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守在屏幕前，倒计时着那个熟悉身影的出现。品牌方的灯光已就位，主持人的手卡已握紧，空气里弥漫着商业盛宴特有的亢奋。然而，随着秒针跳过既定时刻，主画面里却只有主持人孤零零的笑脸和难掩尴尬的寒暄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直播间内的弹幕从期待变成了疑虑，进而演变为不安。没有人预料到，在镜头背后，一场与身体的急救博弈正在无声展开。车厢外是滚烫的酷暑，车厢内是刺骨的冷气，极端的温差瞬间摧毁了那个常年超负荷运转的躯体。眩晕、虚弱，全身应激，那个在镜头前永远挺拔、永不言败的演员，这一次终于连站立的能力都被剥夺。这不是一次例行的休息，而是一场被迫的告假。出道10余年来，他第一次以这样狼狈却无可奈何的方式缺席了与公众的约定。当救护车的警示灯划破都市的喧嚣，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摆在了所有人面前：英雄也有极限，铁打的人也有扛不住的一刻。当赵丽颖被紧急送医的消息传开时，许多人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另一个令人沉痛的名字——朱媛媛。那是演艺界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。为了不耽误进度，为了不辜负团队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硬扛到终点，最终留下的却是无法挽回的遗憾。朱媛媛的背影曾给整个行业敲响过沉重的警钟。用生命演戏，究竟是对艺术的殉道，还是对健康的无度透支？赵丽颖的经历几乎是当代高强度演艺生态的一个缩影。多年来，拼命三娘的名号伴随着她的每一次蜕变，从腰部旧伤到长期昼夜颠倒的剧组日程，从高压力的商业通告到永无止境的公众视线盯防，她的身体早已处在亚健康状态的悬崖边缘。那些被赞誉为敬业的勋章背后，隐藏着多少个咬牙硬撑的深夜。这次突发的身体应激，表面看是一次气温巨变诱发的意外，实则是长期疲劳积重难返的必然爆发。身体在用最直接、最残酷的方式发出最后通牒，如果再不停止透支，暂停键将会变成终止键。然而，比病痛更让人寒心的，往往是舆论场上的肆意揣测。在真相尚未大白的最初几个小时里，网络空间迅速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道德审判。有人在没有查明原委的情况下，急不可耐地扣上耍大牌的帽子。营销号为了博取流量，刻意剪辑掉现场人员的澄清，断章取义的制造放鸽子的噱头。一时间，恶意揣测与偏见如潮水般涌来。现场主持人独撑场面40分钟的焦虑，品牌方随后发出的包容声明，以及工作室诚恳的致歉，在那些狂热的批判声中显得如此单薄。直到26日凌晨，工作人员透露出更多医院检查的细节，陪伴的助手，全面的体检，彻底的虚脱，那些刺耳的声音才渐渐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迟到的歉意与愧疚。这一场无端风波，像一面刺眼的镜子，照出了某些网络舆论环境的冷漠与病态。在流量至上的语境下，人们似乎习惯了将艺人异化为无坚不摧的符号，却剥夺了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会生病、会脆弱的基本权利。当敬业被奉为神话，任何身体的停摆都成了被攻击的软肋。这难道不是一种行业的悲哀？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敬业精神？
多年来，影视行业似乎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，带病上阵是美德，咬牙硬扛是勋章，仿佛只有把自己推向极限，才配得上优秀二字。但这种近乎自我虐待式的拼搏，真的值得被无上限的歌颂吗？观众真正期盼的，绝不是一个在镜头前随时可能倒下的完美偶像，而是一个健康、鲜活、富有生命力，能够持续创造好作品的真正演员。拿身体去赌职业生涯的明天，不是敬业，而是对自我生命的不负责任，也是对深爱他的观众的一种无声伤害。这次突发事件给整个演艺圈带来了一次沉重的警示。高强度的行业运作机制必须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之上，理性的排期，人性化的保障，对艺人身体极限的尊重，远比那些虚幻的拼命人设来得更为重要。健康的身体不是演戏的代价，而是创作最坚实的基石。从这场突发的意外中走出来，我们应当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女演员的病痛，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劳动伦理与生命价值的再思考。无论是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，还是生活在平凡岗位上的我们每一个人，都不应该让过度劳累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子。学会听懂身体的警报，学会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脆弱，也是一种极具智慧的人生修养。真正的努力，从来不是透支身体去证明自己有多拼，而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，依然懂得给生命留下喘息的空间。因为再耀眼的事业，也无法弥补健康被透支后的遗憾。尊重生命，关爱健康，应当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共识。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，不应该只赞美那些拼到最后一刻的人，也应该理解那些选择停下来休息的人。休息不是懒惰，暂停也不是失败，而是为了走得更远、更稳。当一个人敢于说我需要休息，其实恰恰说明他开始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同时，演艺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离不开一个更加包容、理性、富有同理心的市场环境。当社会能够给予创作者足够的休息空间，当观众能够用理智替代苛求，整个行业才能走出竭泽而渔的恶性循环，迈向真正的高质量创作时代。我们期待看到的，不应该只是演员一年接多少戏，一天工作多少小时，而应该是他们能否用更加充沛的状态，为观众带来真正值得记住的作品。也许这场意外带给我们的最大提醒，就是别等到身体按下暂停键，才意识到健康有多么珍贵。掌声可以迟到，作品可以等待，机会也可以重新出现，但生命只有一次。对于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来说，懂得适时停下脚步，并不是向现实低头，而是对未来负责。再次感谢每一位耐心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，感谢你们对优质内容的关注，也感谢你们始终保持着理智与温情。也想问问大家，你认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，努力与健康之间应该如何找到平衡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愿我们既有拼尽全力追梦的勇气，也有珍惜自己、善待生命的清醒。最后，想留给屏幕前的大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在当今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在追求卓越与关爱自我健康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？面对演艺圈拼命及敬业的传统观念，你认为行业和观众应当做出怎样的改变，才能为工作者构建一个更健康、更有温度的发展环境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深刻见解。
让我们一起为更具人文关怀的未来发声。